万圣节当天，我的室友约我去参加一个老宅的派对，说那里是附近最有名的鬼屋。我本来不想去，但架不住他苦苦哀求，终于答应了。这座宅子位于镇上的荒郊，已经荒废多年，据说曾是个有名的疗养院。听说当年有许多病人在这里离奇死亡，这里的灵异传说不断。即便我不太相信这些鬼故事，但夜晚行走在这种地方还是让人不寒而栗。派对开始时一切都很正常，大家在废弃的病房里跳舞、喝酒，音乐声和笑声让人觉得这里并不可怕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夜晚逐渐深沉，派对气氛开始有些诡异。音乐声戛然而止，四周只剩下微弱的呼吸声和脚步声，似乎所有人都开始感受到某种阴冷的气息。我的室友不知去向，周围的朋友也渐渐散开，留下我一人站在昏暗的走廊里。走廊深处传来低低的细语，仿佛有人在轻声交谈。我屏住呼吸，心跳加速，忍不住向声音的方向走去。墙上的壁灯微弱地闪烁着，冷风从窗缝里透进来，像是有隐藏在暗处的东西在窥视着我。终于，我走到了一间敞开的病房前，里面似乎有一道微弱的光。我推开门，却惊讶地发现房间里摆满了医疗器械，带着厚重的灰尘和陈旧的血渍。一道黑影迅速闪过我的视线边缘，我猛地回头，却什么都没有看到。这时，病房深处传来低沉的喘息声。我循声望去，看到一张病床被挡在暗处，床上似乎躺着一个人。我的心跳几乎要停下，明知道应该离开，但脚却像生了根，无法挪动。突然，那张病床上的人坐了起来。我怔住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那是一个苍白的女人，双眼空洞无神，嘴角勾起一丝诡异的笑容。她的皮肤泛着死灰色，双手无力地垂在床边，整个人像是死后复苏的尸体。她慢慢地抬起手，似乎在招呼我靠近。我的身体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控制着，双腿不听使唤地向前移动。我想要转身逃跑，但每一步都像是陷入了泥沼般，无法挣脱。她的笑容越来越诡异，眼睛深处透出一丝怨恨，似乎要把我一点一点吞噬。你终于来了，她开口，声音低沉，带着一种刺耳的沙哑。我吓得魂不附体，后退了几步，但病房的门已经悄无声息地关上了。此时，周围的空气越来越冷，整个病房似乎陷入了一片死寂，仿佛时间静止了。突然，四周的灯光一闪一灭，伴随着一道刺耳的尖笑声，地板上的血迹似乎开始变得鲜红，逐渐蔓延到我的脚边。我低头一看，自己的鞋子已经浸满了血水。那女人的笑声越来越尖锐刺耳，她的身影开始扭曲变形，整张脸变得狰狞可怕，眼神中充满了无尽的怨恨。他们都抛弃了我，你也想逃吗？她咆哮着，声音中带着无数的愤怒和绝望。话音刚落，她的手猛地抓向我的肩膀，冰冷的手指刺入我的皮肤，像是一根根钢针，疼痛从肩膀传来。我用力挣扎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完全动弹不得。别过来！我惊恐地大喊，但声音在这片死寂中显得微不足道。他靠得越来越近，冰冷的气息伴随着血腥味扑面而来。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脸越来越近，双眼空洞如无底洞，似乎要将我完全吞噬。就在这时，房间的灯光突然熄灭，一切陷入了黑暗。我屏住呼吸，四周一片寂静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感觉到那股冰冷的气息仍然笼罩在我周围。突然，一只冰冷的手从黑暗中伸出，紧紧抓住我的手腕，强行把我拉向病床。我拼命挣扎，想要挣脱，却无法抵抗那股惊人的力量。你永远不能离开这里。那女人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一种诡异的愉悦和冷酷。我感到自己被拉向深渊般的黑暗中，意识逐渐模糊，四周的一切似乎都在消失。就在我快要放弃挣扎时，四周的灯光突然亮起，我猛地睁开眼，发现自己仍然站在病房门口，身边的病床空无一人。我大口喘着气，心跳如雷般轰鸣，感觉自己像是从死亡边缘捡回了一条命。当我慌乱地打开病房的门，准备逃走时，门外走廊的灯光却一盏接一盏地熄灭，黑暗如潮水般涌来。我顾不上多想，拼命往出口跑去，耳边依然回荡着那女人的笑声。当我终于跑到大门口，
发现门已经被锁上了，四周的一切都显得无比安静。我慌乱地四处张望，寻找其他出口，但整座房子仿佛陷入一片死寂。突然，头顶的灯光猛地亮起，我抬头一看，发现四周的墙壁上贴满了我的照片，都是我刚进屋时的模样。每一张照片中的我都满脸惊恐，眼神空洞无神，似乎已经被夺走了灵魂。我瞪大眼睛，完全无法理解这些照片是什么时候被拍下的，更无法想象是谁在背后监视着我。我浑身颤抖，想要转身逃跑，却发现自己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我挣扎着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的是一条陌生号码的简讯：感谢你的到来，今晚的主角正是你。心底的寒意如洪水般涌上来，我猛然抬头，发现不远处的镜子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正是那个苍白的女人。她站在镜子里，诡异地笑着，眼神中透着无穷的怨恨，仿佛在等待着我接近。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向镜子靠近，似乎有什么力量正在将我拉向它。我想要转身逃跑，却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影像越来越清晰，笑容越来越疯狂。就在她的手要穿过镜子抓住我时，我猛然用尽全力后退，镜面在我的推力下炸裂，碎片飞散。那女人的影像在镜片碎裂中逐渐消失，整个病房回归了宁静。我瘫坐在地上，浑身无力，耳边依旧回荡着那诡异的笑声。当我终于挣扎着站起身时，发现四周的病房和走廊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，仿佛多年无人问津。我慌乱地逃出这座诡异的建筑，站在月光下喘着气，感觉自己刚才经历了一场无法解释的梦魇。然而，当我回过神，再次抬头望向那栋老宅时，我清楚地看见窗户里有一双空洞的眼睛，正阴冷地盯着我。心中仅存的那点安全感瞬间被击溃，我不顾一切地转身奔跑，直到那冷冰冰的视线从我背后消失，我才敢稍稍回头。喜欢这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哦。